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静香的频道。加拿大终于进入春季了，温哥华的雨季呢也快结束了，大家想户外活动的这个心思也都蠢蠢欲动了。5月到9月呢，将是温哥华气候最好的时候。这很多新移民啊，也都喜欢在夏天登陆加拿大。这期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很多已经身在加拿大的居民都会非常关注的移民项目，就是亲属担保移民。很多身在加拿大的华人呢，如果不怕麻烦或者想省钱呢，很多人是自己独立完成这个移民项目的申请的，也不需要找移民公司。无论你想自己申请呢，还是想找移民公司申请，我觉得提前多了解一些没什么坏处。感兴趣的就帮我点一波关注吧。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这很多人听说过，在美国啊，一个人可以担保一大家子人移民。在亲属移民这个项目上呢，政策比较宽松，但是加拿大呢，在亲属移民这个项目上呢，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担保父母或者是其他亲戚。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亲属担保移民的种类都有什么。这第一种呢，就是担保配偶、同居伴侣或者是受抚养子女；第二种呢，是担保父母或者祖父母；第三种呢是担保亲戚，第四种呢是担保收养的孩子。然后我们说一下担保人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你年满18岁并符合这些条件呢，可以担保某些亲属来加拿大。这里你要注意一下啊，是可以担保某些亲属，而不是所有亲属。第一个条件呢，如果担保人是加拿大公民，这里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担保人是加拿大公民但住在境外，当被担保的亲属成为永久居民的时候，担保人必须表示计划在加拿大居住。第二个条件呢是，或者担保人呢是根据加拿大印第安人法案在加拿大注册成为印第安人的人，这个好像大家都不会去做的。第三个条件是，如果担保人是加拿大永久居民，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是担保人住在境外的永久居民，这种情况不能担保你亲属来加拿大。有些永久居民呢会回国工作或者是探亲2-3年，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能作为担保人了，你必须住在加拿大境内。这个担保人呢必须能够在经济上资助被担保亲属，要证明自己呢没有领取社会援助，比如 BC 省的福利金 Income Assistance， 但是因残障原因领取社会援助的除外。担保人呢还要确认被担保的亲属不需要政府的社会援助，也就是担保人要有能力为被担保亲属提供基本的需求。担保人呢必须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上照顾被担保的亲属。担保期的英文呢是 length of undertaking， 它从被担保亲属成为永久居民的那一天开始。承诺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被担保人的亲属的年龄、被担保人和担保人的关系以及担保人居住的地方。那么即使一些情况发生变化了，担保人呢仍然要承担经济责任。这些情况变化呢，包括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亲属关系发生了变化，比如离婚了或者分居了，还有就是被担保人亲属成为了加拿大公民，或者是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变糟糕了，比如失业了或者陷入债务危机，还有就是担保人改主意了，向移民部发送了这个撤回担保申请的请求，但移民部呢在被担保亲属成为永久居民之后呢才收到这个请求，也是不行的。以上情况呢都不能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那么对于担保期的要求有什么呢？担保期呢在过去10年里呢发生了很多变化，最近一次呢是2017年10月24日，我这儿做了一个表格啊，可以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担保配偶呢或者同居伴侣的担保期呢是3年。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3年里啊，如果这俩人离婚了，担保人3年内呢不能再担保一次新配偶了，需要遵守3年承诺继续担保前配偶。那么受抚养的孩子呢，或者在加拿大被收养的22岁以下的孩子呢，担保期是10年。22岁以上的受抚养子女呢，担保期是3年。父母或祖父母担保期呢是20年，其他亲属担保期呢是10年。还有个特殊情况要说一下啊，如果你是由你的配偶或者同居伴侣呢，担保来加拿大的，但是来加拿大2年后呢，俩人离婚了，那你想要担保另一个加拿大以外的公民来加拿大是不行的，因为你成为永久居民呢不到5年。第4点，我们讲一下收入要求。担保配偶、同居伴侣呢或受抚养子女的收入要求是什么呢？是没有收入要求。加拿大这点儿挺人性化的啊，不是有句话说吗？这个友情饮水饱，不能因为没钱就不让人家夫妻或者是家长孩子团聚，是吧？
但是在以下情况呢，还是需要有足够的钱来证明这个收入要求的。第一个情况呢，是被担保的受抚养子女呢，有一个或者多个自己的受抚养子女，或者是为有受抚养子女的配偶或者伴侣提供担保，而且他们的受抚养子女呢，又有一个多个自己的子女。第二点是担保父母或者祖父母的收入要求。在2014年呢，只要看你过去1年的收入就好了，之后改为要看申请前的3个纳税年度所需的收入，其中任何一年不符合呢，你都不能做担保。担保人呢，或者是共同担保人呢，必须证明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持成为担保人后将要承担的经济责任的所有人，包括担保人自己。如果担保人呢被邀请申请，担保人呢必须提供证明满足申请之日前3个纳税年度中的每个纳税年度的收入要求。在担保人申请之前呢，移民部呢是无法评估担保人是否满足收入要求的，所以这个呢会有不确定性。因为只有在你提交这个申请之后呢，移民局才能去做审核，到底看你哪一年的收入。如果你担保父母或者祖父母呢，需要计算的家庭人数包括你自己，如果配偶呢或者伴侣是共同担保人，那么也要包括你的配偶或者同居伴侣，还有您的受抚养子女。如果配偶或同居伴侣呢是共同担保人，那也要包括配偶的子女，还有您过去担保的仍然在担保期内的任何人。你要担保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总人数，比如艾米丽已经结婚了，育有一个孩子，想跟她的先生一起担保她的父母来加拿大，那么人数就是艾米丽加她的先生加她的孩子加她的父母，共5个人，要满足担保5个人的收入水平。目前由于很多担保人呢在经济上受 COVID-19 的影响呢，收入降低了，所以2020年和2021年的纳税年度的收入呢已经降至到最低的必要收入，而不是最低收入呢加30%。而且像失业金一爱，这疫情前呢是不能算作担保人的收入的，现在也算了。还有根据加拿大紧急救援条例发放的任何加拿大应急救援金也可以作为收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申请费用啊，大多数情况下呢，费用是包括担保人被担保的亲属的申请处理费，比如担保配偶或者父母或者祖父母，担保费是500加币，主申请人的处理费呢是475加币。第二个就是永久居留权费500加币。第三个是生物识别费，就是指纹和照片，申请的时候呢要同时支付这个生物识别费，否则会申请延误啊。一个人的费用呢是85加币，最高总费用是170加币，就是即使是10个人呢，最多也就是170加币。此外还有第三方费用，比如体检费啊，还有无犯罪证明的费用。那么关于担保配偶呢、同居伴侣或者孩子呢，我再补充一下，加拿大呢是承认同性婚姻的啊。那如果是一位男士担保一位男士配偶，或者女士担保一位女士同居伴侣呢，也是可以的。但是被担保人呢要至少18岁，就是成人。如果孩子满足2个要求，则有资格成为受抚养人，一个是未满22岁，一个是他们没有配偶或者同居伴侣。但如果22岁以上的孩子呢，满足了这2个要求，是有资格成为受抚养人的。他们由于精神或者身体状况呢，无法在经济上养活自己，而且同时符合他们在22岁之前就依赖父母提供经济帮助。除了年龄以外呢，被担保子女呢必须是继续满足这些要求，直到移民部呢处理完申请。接下来我讲一下关于担保父母或者祖父母啊，如果您提交了担保意向表，并被邀请提交完整的申请，您就可以担保您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了。自由党上台之后呢，恢复了申请父母和祖父母移民。一开始呢是要在网上抢名额，几分钟之内呢3万个名额一抢而空。然后这很多人呢就抱怨了，就比如你不会电脑，或者是比如残疾人用电脑不方便，那你没法抢啊，这是很不公平的，是不是？然后呢就改成抽签形式了。提交担保意向表之后呢，所有人一起抽签，抽到呢就发邀请信。这个2020年的时候啊，就是抽签制了。然后到了2021年呢，移民部呢从2020年剩余的，也就是2020年呢没有被抽到的，但是已经提交了担保意向书的人里边，邀请足够多的人。目标呢是3万份申请，不会在2021年开放新的担保意向表。提交担保意向表之后呢，会看到一个带有确认号的页面，要记下这个号码，以后都要用到的。移民部呢还会给你发送一封带有确认号码的电子邮件，让您知道移民部呢收到了您的表格。这个号码呢可以用来检视您是否已经被邀请申请移民计划。移民部呢也会通过电子邮件呢发送邀请。这个2021年12月6号啊，移民局的官网显示呢，在9月23日和10月4日期间呢，移民部发送了将近3万份的邀请邮件。接着2021年12月7日的时候呢，移
移民局官网显示了申请日期已过，发送了34500份邀请，以便获得这个3万份的完整的申请。那如果你非常幸运中签了，收到邀请了，需要同时在线提交2种申请，一个是呢，您必须申请成为担保人；二呢是您的父母和祖父母呢必须申请永久居留权。您不要求呢，必须在担保人收到邀请之日起60天内收到所有申请，截止日期呢会在邀请中标出。那么如何申请呢？担保人要填写一系列的 PDF 表格，担保人呢必须手工签署这些表格，然后把这个电子文件呢发给你担保的人，就是你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他们呢将把这些表格上传到他们的在线申请。在你填表的时候呢，因为是在线填的，它会有一些自动纠错功能，所以可以确保你填的准确性。信息越准确呢，移民部就更容易审核通过。那么你的担保的父母呢，他们也必须在线填写一系列的表格，需要登录或者创建一个永久居留申请账户，然后提交申请时支付生物识别的费用。由于很多人的父母呢不懂英文，是无法自己申请的，所以需要你填写一个申请代表填写的表格，得到他们的授权。在申请处理的过程中呢，会被要求担保人提供他们的提交结果、无犯罪证明和生物识别。如果担保人和他的父母或者祖父母符合资格要求呢，会通过邮寄或者电邮的方式发送要求，将担保人的申请呢连接到在线账户，然后你就可以随时查询申请进度了。这今天的信息量是不是有点大呀？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如果你想咨询加拿大移民和留学呢，我在跟一家具有加拿大本地持牌移民顾问的公司合作，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那么我们也提供北美金融科技和 IT 行业的猎聘服务，有兴趣就扫我这个订阅号加我微信吧，我会继续跟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职业发展讯息。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我在这里等你，我们下期见啦。